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视频会晤，双方在友好的氛围中回顾近年中德中欧关系发展，并就相关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德国媒体评价称，这是默克尔与习近平的告别通话。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里，中德领导人保持高频次会晤和交流。默克尔还12次访华，打卡12座中国城市。在这次通话中，双方聊到了哪些内容？后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何去何从？来看看报道。周三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同默克尔总理相互招手，彼此致意。这是一次特殊的会晤。已担任德国总理16年的默克尔不久后将卸任，他原计划再度访华。由于疫情，两位领导人商定以视频会晤的方式再度会面。习近平积极评价默克尔任内为推动中德中欧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这句话既是对我们多年深入交往的很好诠释，也是过去16年来中德关系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经验。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也即将卸任德国总理。中国人重情重义啊，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中国的大门随时向你敞开，欢迎你卸任后啊，也多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还可以去啊。你希望去的任何地方，我们有机会啊，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习近平说，中德本着互利合作精神，发挥两国经济互补性，实现了共赢。中国和德国自身发展的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大。这证明国与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博弈，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中德关系应该牢牢把握的主基调。你对于中德关系、中德合作，对中国的一些情况的了解啊，也是比较深刻的，而且我能感觉到你对中国的兴趣，总是选择一些不同的地方去走一走，包括对四川的麻辣烫也感兴趣啊。明年这是中德建交50周年，我们真希望啊，这些还可以延续下去。在中欧关系方面，习近平表示，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欧双方的共同心愿。中欧都主张维护多边主义，都支持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都认为中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分歧。习近平强调，希望欧方坚持独立自主，真正维护欧盟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团结。默克尔表示，我对我们10多年来的每次交往都记忆犹新。我任德国总理期间，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国力今非昔比，并且展现出巨大潜力。我一贯主张欧盟应独立自主地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双方可以就彼此存在差异和分歧的问题加强对话交流，相信欧中关系能够克服各种复杂因素继续发展。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在这次特殊的视频会晤中，习近平说，双方关系发展何去何从，保持正确方向至关重要。海外舆论也高度关注此次中德元首视频会晤。德新社引述德国联邦政府副发言人菲茨的话说，这是默克尔与习近平的告别通话。菲茨透露，二人讨论了包括 G20 峰会的准备工作、气候保护议题、疫情防控、中欧投资协议等议题。法国广播电台报道称，如若不受新冠疫情影响，默克尔肯定会亲自再到访中国。近年来，中德两位领导人保持高频次会晤和交流。默克尔任内曾12次访华，发起并同中方共同主持了全部6轮中德政府磋商。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就同默克尔总理6次通电话，多次共同出席中欧之间的视频峰会。2008年10月23日，默克尔访华出席亚欧峰会，还特地带了一本中国作者李尔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作为礼物赠予中方。这本书里并没有西方刻板印象中的陈旧中国元素，相反，他所描述的是中国农村变革进程。后来，默克尔还和李尔见面。他说道，西方知识界应该更多了解中国。当时德国《每日新闻报》便评价称，默克尔开始设法改变自己，像一个孩子般学着理解中国。
在默克尔16年的执政生涯里，12次访华打卡12座中国城市，而且每次都是深度游。他不仅到深圳等一线城市领略高新科技发展，到成都菜市场里买郫县豆瓣酱、学做宫保鸡丁等了解中国文化，还曾到合肥农村学校里参观考察，惊叹中国农村经济与教育的变化。在教室里，默克尔还客串数学老师，甚至故意答错题逗孩子们笑。2010年，默克尔在西安度过了自己56岁生日。在大唐芙蓉园的早餐会上，默克尔收到了一个寿桃。2016年，默克尔参观了沈阳故宫，民俗手艺人为默克尔捏了一个默克尔面塑小人儿。当前，德国政坛正处在转型期。9月26日联邦议会大选后，默克尔总理领衔的联邦内阁仍然在职，一直到1个月后的10月26日，新一届联邦议会首次召开全会为止。而即便到10月26号之后，只要新一届政府没有完成组阁宣誓就职，默克尔就得继续担任看守总理。习近平总书记去年10月14号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后的1年间，深港合作也驶上了快车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四在广州出席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及珠江国际贸易论坛。他临行前表示，由于施政报告有不少内容涉及港深合作，因此希望率先与深圳市领导交流，并介绍最新施政报告有关加强港深合作的内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上周在接受深圳卫视驻港记者专访时就谈到，去年她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她印象最深的是总书记寄望深圳站在更高的起点推进改革开放，所以从那一刻开始，香港特区政府同深圳市政府联手做了很多事情。去年11月，她与深圳市领导共同梳理出双方可以共同探讨以及合作的项目40多个。今年5月，深港两地政府一共成立了19个工作专班，继续推进这些合作项目。9月初，林郑月娥率领特区政府多名官员来到深圳出席深港高层会晤暨2021年深港合作会议，这也是首次把合作的平台提升至行政長官與深圳市委書記的高度。亦都係點解咧要提升港深嘅合作去到一個高層嘅會晤同埋合作機制咧，就因為而家我哋進入去一個深圳係一個更高嘅起點。而香港咧，特別喺今次嘅施政報告咧，就提出咗香港都係一個新嘅起點。而家我哋回到一國兩制嘅正確軌道，香港真係可以重新出發。咁所以你可以想像香港深圳呢個雙城嘅故事咧，將會喺未來咧就再上一個新嘅台階。9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為深港合作注入新動力。當天來深出席深港高層會晤的林鄭月娥，在接受深圳衛視記者採訪時就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下，深圳和香港都是區內的中心城市，中央也希望深圳和香港能發揮雙引擎的功能。這2年來，在粵港澳大灣區領導小組的指導下，兩地的合作十分緊密。尤其是香港經歷咗有香港國安法，而家恢復咗穩定啦。咁我哋完善咗選舉制度咧，亦都令到我哋更加可以維護到一國兩制。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未來深港合作咧係充滿信心，亦都希望咧我哋喺過去咁紮實嘅合作基礎之下咧，可以將深港合作推上一個新嘅台階。10月6日，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這也是香港落實國安法、完善選舉制度後的第一份施政報告，在多方面展現了新思維、新氣象。施政報告提出規劃北部都會區，以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堪稱報告最大的亮點。而報告中以前所未有的次數提及深圳，特別是提到了雙城三圈的空間格局，覆蓋了深港口岸經濟帶和深圳發展最成熟的都市核心區，以及香港發展潛力巨大的北部都會區。林鄭月娥強調，雙城三圈空間概念的確立，有利港深政府共同促進兩地在經濟、基建、創科、民生和生態環境的緊密合作，強強聯手，產生1+1大於2的效益。我現在已經告訴王偉中書記啊，我的文件都要送給他看，因為從來沒有這個寫得這麼詳細有關香港跟深圳的合作，尤其是在北部的都會區啊。你看我們北部都會區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不單是面向香港，也是面向深圳的。
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今天是习近平在深圳特区40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1周年，国新办举行多部门联合参与的记者会，介绍深圳综改试点实施1周年进展成效。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10月14号，对深圳这座城市，对在此生活的近2000万深圳市民，乃至呢对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宏大进程，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大日子。一句话，今天是深圳的节日。1年前的今天，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最精简、最有力的3句话，对深圳经济特区辉煌40年作出高度评价与权威总结。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作为顶层设计者，习近平对深圳的明天提出殷切希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创造新的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更大奇迹。可以这样说，这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也是亲自推动的一张深圳高质量发展的试卷，也是一张瞄准世界的高水平城市治理试卷。那么进而言之，这实际上也是一张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试卷。总书记在去年讲话中特别对当前国际形势做出重大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总书记呢为此指出，深圳经验表明，中国必须要在全球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权。这也正是国际媒体最关注的一个报道角度。《纽约时报》就曾经刊出这样的标题来总结习近平深圳讲话，强调国内创新，重新定义改革开放。所以在讲话发表1周年之际，国新办记者会专门介绍深圳1年来的综改进展成效，一定程度上呢，就是对深圳提笔答卷的阶段性的进展来进行检验点评。春天的故事如何续写，新的更大奇迹如何再造，总书记讲话呢也给出了路线图，那就是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这1年深圳的闯、创、干值收获多少，成色几何，请看经济特区的述职报告。必须要指出，在这样一个大日子，如此述职报告绝不仅仅只是官方行为，那么它和每一位深圳市民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呢，我也深信孟晚舟这位深圳市民的最特殊的际遇会对此做出最有说服力的诠释。中国副外长乐玉成前天在接受 CGTN 采访时也特别谈到，孟晚舟回国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做工作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我相信所有深圳人回望这1年，甚至呢所有中国人未来回望2021年，孟晚舟都是大家的共同记忆所在。时间锁定到2021年国庆节前那个晚上，在结束长达1000多天的非法羁押之后，一身红衣的孟晚舟从中国政府包机走下舷梯的场景，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瞬间。而孟晚舟在宝安机场包机之前讲话时的那一句由衷的表达，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肯定呢也是各种年度金句最有竞争力的一个候选对象。孟晚舟在机场说，总书记关心每一位公民的安全。那么乐玉成副外长他在接受采访时就提供了更多详尽的细节，包括在中美元首通电话时明确就事件来做工作等等。孟晚舟的遭遇实际上正是个体、城市与国家命运以及时与势的一个最佳诠释。难怪乐玉成在访谈中他要引述网友的评论，孟晚舟因为中国崛起而被拘押，也恰恰因为中国崛起而获释。总书记在去年的重要讲话中也特别指出，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所以我的个人建议是，今天每个深圳人至少都应该做这件事儿，重温总书记去年今日在深圳前海的重磅讲话。我相信呢，大家都会从中收获新的领悟与动力。这也是在这样一个特殊时点，深圳人为自己的闯、创、干值来鼓劲充值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这1年来，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提法是署名宣言的作者在《人民日报》头版6000字重磅评论“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中，他所指出的和上海新兴路、石库门、嘉兴南湖、红船等一道，
深圳莲花山不仅是闻名中外的地理标识，更已成为中华民族不甘落后、拼搏奋斗的精神图腾。选择深圳，相信深圳。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汲取信仰的力量。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近期与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互动频率增加。在美国的煽动下，台军还提出所谓解放军军机愈接近台湾本岛，反制力愈强的应对策略。此外，台当局近期还热炒联大2758号决议，狂妄声称台湾要加入联合国。国台办周四发表谈话，严厉驳斥。国台办周四就民进党当局不断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发表谈话。发言人指出，1971年第26届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明确、彻底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其在联合国的所谓代表权问题。中国的统一事业是正义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拥护和支持。联大2758号决议体现了国际法权威，不容歪曲，不容挑战。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台独分裂分子必受清算。周三，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共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线上座谈会，全美各地100余名侨界代表，包括孙国雄、黄义庄、陈燕等辛亥革命先烈后人及80多家主要侨团负责人参会。驻美大使秦刚发表主旨讲话，他说：“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们未尽的事业，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希望身处美国的广大侨胞们坚定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的祖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坚强后盾和坚实底气。秦刚说，台湾民进党当局否认九二共识，谋求台独分裂，勾连外部势力，挟洋自重，制造事端，为其谋独挑衅张目，这是当前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他强调，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拜登政府近期加紧打台湾牌，值得警惕。当地时间周三，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其官方账户发文称，与台在美联络人肖美琴会面，讨论经济议题。同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官方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一张图片，显示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与肖美琴会面。配图还妄称与台湾的关系坚若磐石。应该说，从特朗普末期到现在，美国都一直煽风点火，因此让两岸的形势日趋严峻哦。当天，中国驻美国使馆发言人就此发表谈话，指出，除上述2起会面外，美方还邀请台陆军司令徐衍蒲来美。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已就上述事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发言人指出，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美方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多次表示，美方从无意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然而，美方的言行一再表明，其承诺根本就是一句空话。美方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拙劣伎俩可以休矣。发言人指出，中方奉劝美方趁早抛弃以台制华的幻想，任何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方核心利益的言行，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回击。美方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支持配合，一边恣意妄为，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红线，中方绝不吃这一套。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周四强调，我们敦促美国政府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做出的严肃承诺。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勾结外部势力谋独挑衅，只会给台湾带来灾难。有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正与台当局规划在今年内举办第2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议程。肖美琴与美国国务院高官的会面处理的就是相关事务。所谓的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始于特朗普任内，拜登政府决议继续进行。至于台陆军司令徐衍蒲赴美，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他的主要行程是到华盛顿参加年度固定的美国陆军协会年度会议兼展览会。这一军火展销堪称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地面防务装备博览会，向台方兜售武器的意图明显。徐衍蒲还将与五角大楼高层会面，回程途中，他将到夏威夷参加代号为陆威的年终会议。所谓陆威是台湾陆军与美军事合作交流业务的代号。在夏威夷期间，徐衍蒲将与美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福林上将和美军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见面。台陆军那过去1年多来与美军相互的协作交流非常的多。除了之前媒体有披露，像美军的特种部队，常驻台湾，那对台军的特种部队进行一个协训、指导、教授新战法战术课程等。另外，今年那媒体还披露了美国安全合作大概是12人左右，那进驻台陆军的北侧中心，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那未来那台陆军和美军的合作，可能是3个军种里面那最密切的一个军种。值得注意的是，五角大楼近日热炒台湾问题。周二，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无端指责解放军的正常军事演训，声称不利地区稳定，并称美国对台的承诺坚若磐石。在应对中国大陆的所谓威胁方面，美国和台湾的利益一致。他还重申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及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要求维持台海和平，并声称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防卫能力。但这种说法明显与限制美国对台军售的817公报中美方承诺逐渐减少对台军售直至最后解决的精神不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轮不到美国说3道4。美方应严肃对待中方立场和关切，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停止在台湾、海上等问题上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曾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常务副国务卿的知名战略家佐利克，周三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会上警告称，如果美国想支持台湾独立，那就准备打仗吧。他指出，美国没有能力遏制中国大陆，更没有做好与中国大陆发生军事冲突的准备。据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周四向立法机构提交一份业务报告，提出解放军军机愈接近台湾本岛，反制力愈强的应对策略。报告中没有说明反制力愈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但提出要增进用兵弹性和兵力节约，同时降低噪声事端的风险。进入这个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这个范围的这个解放军飞机那台军的因应其实不一样，早期是派出战斗机进行一个1对1的戒护或者密集的戒护，但后来因为解放军的飞机频次太多，把改以所谓飞弹追瞄或广播驱离。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针对解放军近期连续派遣多批次军机进入台湾所谓防空识别区的行为，台防务部门的报告提出了愈接近本岛反制力愈强的应对策略，您对此如何解读呢？其实此前岛内有政客曾经叫嚣，假如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的所谓领空，那台军方就将坚决予以击落。因此相较于这个激进言论，台防务部门提出的解放军军机愈接近本岛，台军反制力愈强这样一个应对策略，还算是相对含蓄的。那么台军方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这种语带威慑的话呢？我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了台军与蔡英文当局2种心态。其一是不耐烦的心态，面对解放军近况空前的军机绕台强度与密度，台军方已经陷入到了严重的不堪重负状态，甚至因此而产生了焦躁与不耐烦的心理。其二是恐惧的心态，蔡英文当局尤其是台军方担心解放军军机有一天会突然打破常规，不仅进入台湾单方面划定的防空识别区，而且突然进入台湾方面声称的所谓领空范围内。在蔡英文当局看来，所谓的领空与防空识别区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2个东西。防空识别区
被大陆突破了，尚且可以忍受，但是所谓的领空，这既是台军方必须坚守的所谓军事上的防线，也是台湾民众最后的心理防线。一旦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那不仅台湾的军事防线被突破了，而且台湾民众的心理防线也将彻底崩溃。尤其让蔡英文当局感到难办的是，一旦解放军军机进入了台湾所谓的领空，台湾军方将不知道如何来应对。假如按照个别台湾激进政客所言的开火击落，那就意味着台海战争正式甚至是全面爆发。但是假如台军选择当鸵鸟，把头埋进沙子里面，那就意味着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所谓的领空将会走向常态化。因此解放军进不进台湾单方面宣布的所谓领空，将会成为台海局势是否发生突变与破局的一个重大分水岭。对此，蔡英文当局为此感到诚惶诚恐，生怕头顶上的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有一天会在不经意间落下来。就连拜登政府也在为此提心吊胆。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台军方才会放出解放军军机愈接近本岛，台军反制力愈强的信号，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向大陆发出威慑的方式，来防止这样一种不测事态的发生。而在我看来，中国有句话叫做求人不如求己。蔡英文当局与拜登政府与其成天提心吊胆，担心解放军军机的越线行为，不如好好反思和检讨一下自己。要知道，中国大陆在军事上是否会采取突破行为，完全取决于蔡英文当局与拜登政府是否会在政治上采取突破行为。只有美台双方不在政治上采取突破行为，那中国大陆就不太可能会在军事上采取突破行为。而早前拜登政府放出风声，说要将台湾在美国的代表机构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以及日前蔡英文扬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岛内县政权互不隶属，就是政治上的危险越线与突破行为，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源。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据中美3个联合公报、美国对台6项保证以及与台湾关系法保持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您对此又是如何评论呢？其实魔鬼还真的是藏在细节当中。认真听了一下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的这次讲话，我发现还真的是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很多鹰派政客的言行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甚至是跟拜登政府过去一段时间所奉行的台海政策也有着许多微妙而关键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拜登政府尤其是美国国会中的很多政客屁股都坐到了台湾这一边，所以他们在讲美国的台海政策时候，往往强调的都是美国对台6项保证以及与台湾关系法，很少提起能够对美方产生约束的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甚至给人一种感觉，在他们的心中，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而这一次，科比不仅同时提到了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而且把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摆在了与台湾关系法的前面。第二个不同是，过去几十年以来，都是中方在反复敦促美方必须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尤其是当美方不顾中方感受，执意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时候更是如此。然而这一次似乎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是中方在敦促美方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而是美方倒打一耙，反过来敦促中方遵守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第三个不同是，当记者追问科比是否同意美军采取行动保卫台湾的时候，科比居然说不回答假设性的问题。同时，对于《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军特种部队和陆战队成员在台湾训练台军一事，科比也表示，我不会对这些报道发表任何公开的评论。很显然，科比在回避与躲闪这些敏感的问题，这也跟一些美国鹰派政客公然叫嚣要武力协防台湾的做法有了相当大的不同。
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对华鹰派与挺台势力，在鼓吹美国军事协防台湾的战略由模糊化走向清晰化，而科比的这个说法显然是在反其道而行之，他仍然想在是否协防台湾问题上退回到过去的模糊化战略当中去。值得注意的是，做出这样一番表态的并不仅仅是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一个人，在本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也做出了几乎是完全雷同的表态。很显然，这并不是两位新发言人的个人即兴发言，而是拜登政府的统一安排。这个也就意味着，拜登政府的台海政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往回收的迹象，也就是由原来的不顾一切的支持台湾，转向了要顾及中国大陆的感受，要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重新寻求某种微妙的平衡。或者说，拜登政府正在缩回到过去美国奉行了40多年的美国版的一中政策上。那么拜登政府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往后退？我认为显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陆创纪录的加大了军机绕台的密度与强度，这个行为让拜登政府预感到了可怕的后果，即中美极有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由对抗走向冲突。非常有意思的是，过去在中美建交3个联合公报问题上，中国大陆采取的守势，也就是在美国对台军售之后，中国大陆反复劝说与敦促美国遵守3个联合公报，而美国则置若罔闻。而现在中国大陆改变了战术，开始以攻代守，频繁地派军机绕台，反而是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逼得美方开始敦促中方遵守3个联合公报了。这就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印度副总统奈杜赴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开展了为期3天的访问。中方历来主张这是中国藏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三表示，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上述地区活动。在中印边境局势紧张的关键时刻，印度方面为何不愿缓和局势，反而持续挑衅？来看看报道。印度副总统奈杜访问的这一藏南地区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比2个台湾岛还大。这里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有西藏粮仓之称。此外，还是藏传佛教圣地，6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就出生于此。但这一宝地长期被印度非法占领，甚至还在1987年成立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并向该地区大量移民。早在2015年，印度总理莫迪也曾访问这一争议地区，为一条新建的铁路线和发电站剪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三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政府从不承认印度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坚决反对印度领导人赴上述地区活动。中方敦促印方切实尊重中方重大关切，停止采取任何使边界问题复杂化、扩大化的举动，不要做有损双方互信和双边关系的事情，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和平稳定，推动中印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近期，中印边境再次出现升温态势。10号，中印在边界的中方一侧举行第13轮军长级会谈。第二天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龙少华大校发表谈话指出，中方从维护中印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为推动边境局势缓和降温做出了巨大努力，充分体现了诚意。但印方仍坚持不合理也不切实际的要求，为谈判增加了困难。龙少华大校强调，中方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不移，希望印方不要误判形势，珍惜当前中印边境地区来之不易的局面，恪守两国两军有关协议、协定和共识，切实拿出诚意和行动，与中方一道，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如果说2020年主要在西线的话，那很明显今年已经拓展到了东线，双方呢实际上重兵把守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设施啊，都已经囤到了边境上，不稳定的因素在增强但是啊，这个至于说战争是否会爆发呢？这个目前来看呢，概率不高因为至少从双方的角度来说呢，都没有这个意愿。外界注意到，相比上一轮军长级会谈，印方此次可谓是翻脸如翻书。国防部官网显示，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的新闻通稿指出，双方同意此轮会谈具有建设性，进一步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同意根据双边协议协定，保持谈判对话势头，尽快解决剩余问题。但印度陆军最新发表的声明称，这次会谈没有解决剩下的问题。印度媒体也对中印边境事态进行新一轮炒作，称凛冬将至，印度准备把新的军队、更保暖的装备、更强大的火力、新的无人机部署到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他说了，要恢复到2020年4月份之前的状况。这句话里头啊，包含了很多的含义。这个含义里头呢，不仅仅是边界本身呢，甚至包括呢，这个部队呢，中方的部队呢，在2020年4月份之前没有上高原、没有上边境的这个状况呢，印度实际上是要求你要退到内地去的。观察认为，印方近来操弄边境争端，或与莫迪上台前给民众许诺的印度梦有关。他曾承诺带领印度走向繁荣与富强的世界大国，但近年来印度经济隐患暴露 ，GDP 增速持续下滑，农村消费降到了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整体失业率提升到45年来的最高水平。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调查，因为贫穷导致的自杀率也在持续攀升，而新冠肺炎的流行也给印度经济前景蒙上阴影。面对低迷的经济形势，为挽救日渐惨淡的支持率，莫迪在国内加紧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外则持续对华示强，忽视中方为缓和局势所做的努力，编造炒作中印边境问题，不时渲染紧张氛围，刺激民粹情绪，企图以此打造个人的强人形象，谋求不合理诉求最大化，以提升国内支持率。另一方面，美印等国际间互动情势的变化，也让印度产生了严重的误判。9月24日，美日印澳4国机制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峰会举行。第二天，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会谈后的声明表示，拜登总统和莫迪总理决心推进美印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并期待着美国和印度将共同取得的成就。10月8号，也就是中印本轮军长级会谈前2天，第16届美印国防政策小组会议举行，敲定年内举行美印2+2会谈。10月13日至15日，美日印澳4国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1的联合军演第2阶段。日本媒体炒作称，这项演习意在制衡中国的海洋活动。有分析认为，印度自以为有美国撑腰，就增加了与中国对抗的筹码，误以为中国会因为忌惮美印同盟而软化边境立场。但实际上，印方高估了中美战略竞争为其提供的渔翁得利的机会，低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意志和能力。实际上，印度呢现在自我膨胀的比较厉害，印度就觉得国际形势特别对它是很有利的，这个完全可能呢跟中方提出更高的要价。而且呢，他觉得中方可能会答应但实际上呢，是中方是不可能答应他的要求的。